了，一垮，整个重心变了，整个脚下的力也丢了，这是不是就不舒服了？所以同学们来打上2个字儿：柔缓。这是太极拳的核心，不要急，不要躁。你看同学们，通过这样的方法，是不是能让自己既能够感受到大腿上的这个发力，又能感受到脚下的这个重心不是让你的脚后跟那么难受的情况？来试了，打上咱的柔和缓这俩字儿啊，柔缓，慢慢的去走。你看这第一个知识点，老师全程不给大家讲抽象，不给大家讲玄学，为啥呢？第一次来直播间跟老师可能不熟啊，老师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为了让大家信任老师，我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叫左龙，中国武术1级教练员。大众健康管理师、运动康复师，也是一个营养师。在咱们直播间教学的内容，全都以方式方法以及我们的关节和我们发力的正确运动来教大家怎么去做好动作，从来不会给大家去讲玄学跟抽象的东西，明白了吧，同学们？所以通过这样的方法，大家会松了，打上一个会，打上一个字儿，会了啊，打上一个会。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知识点，教大家怎么去从小白阶段，甚至是有经验的同学们，如何去做好松胯，而是什么感觉？就是最舒服的松胯，这是咱们直播间的核心啊！松胯，松胯。很多同学说，哎呀，老师松过了，往后倒，甚至脚后跟疼，那脚后跟不练废才怪呢，是不是？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在练功的过程里，很多同学说，你看刚才看到那个问题，老师啊，我的膝盖内侧痛、外侧痛，这种疼痛是咋回事呢？看好啊，咱们老师呢给大家做一个最简单的一个理解，把咱们认知往上稍微一抬就可以了。你看咱的人啊。咱把腿从地面上拿起来，你让你的脚放松下垂，你低头看看你的膝关节，瞄一下，是不是对住你脚的2、3脚趾方向？你再想想你走路，你往前走路的时候，是不是膝带脚、膝关节朝哪个方向，脚朝哪个方向？你不管是翻胯、内扣胯，怎么转都是脚跟着膝盖去走，而且膝关节在脚放松的情况下，它就是对着2、3脚趾，是不是？所以同学们，这个时候我们就理解一句话，咱们人身体的自然生长规律就是膝盖对住我们脚的2、3脚趾。如果你内侧痛，证明你每次的倒换重心或者是转腰转胯，把你的膝盖对向了大脚趾的方向，导致了内侧过度受力。如果外侧痛，就是移重心的时候顶到了小脚趾的方向，导致外侧受力疼不舒服。那现在同学们，老师给你一句话的解决方法啊：一，凡是内侧痛的同学，把你的膝关节微微的往外旋一点，对向2、3脚趾，立马内侧压力消失。外侧痛的同学，微微的内旋一点点，让你的膝关节对向2、3脚趾方向，外侧的压力立马也消失。来，同学们，消失打消失，轻松打轻松。哎，静静宝贝儿，你怎么这么聪明呢？哎，中间疼怎么办？我就知道同学们都会抢答了啊！老师，那中间疼怎么办？一句话的事帮你解决掉。来，同学们，学完这3个知识点，老师希望咱们的直播间能点赞上5万，懂不懂啊？希望大家通过咱直播间的干货，真正的把这些东西都学好学会，就是很简单的一些东西。但是你的老师不教，现在有一个老师愿意教你了，还不把咱的赞点上去吧？让更多的这个健康的知识点分享给更多的同学，好不好？来，那么咱们接下来呢，看老师的动作啊，咱现在往这儿一蹲，老师来问大家2个简单的小问题。第一个小问题就是我们在练功的过程里面，这个那片森林宝贝儿哦，你说老师10大全2、3年后，你问狗我不懂呀，乖，我是搞人体的，狗我真不懂啊。来，同学们，看咱老师的膝盖啊，老师问大家一个简单的小问题，你往这一蹲，从客观事实上来讲，你是不是已经在蹬着地面了？来试了，给老师打上一个是啊 ，Color 老师也看到你了，你克莱尔啊，克莱尔宝贝儿，老师也看到你了，来试了，给老师打上一个是，就是你往这一蹲，从客观事实，你的2腿已经在蹬着地了，你不可能左脚踩右脚上天吧？是不是？试了打是，认可打认可，就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蹬地的力量了，对不对？好，那老师问大家一个简单的事儿啊，你左移重心右移重心的时候呢，咱们是不是经常蹬右腿重心往左走，蹬左腿重心往右走？好，那原理上来说，就是你2次发力，让你的左腿使着个大劲儿把你右腿顶过来，右腿再使个大劲儿把你左腿顶过来。你2腿在移动重心的时候，同学们，你有没有发现，你膝盖发疼发不舒服的一瞬间，就是在你蹬腿发力一瞬间的那一瞬间，是不是？你看啊，来，咱们重心在右腿，蹬右腿左移重心，是不是左膝在移动重心的这一瞬间，膝盖这个位置不舒服了，对不对？所以同学们，很简单的一句话，你就是因为在2次重复发力做了成什么问题了？
右腿顶左腿，左腿顶右腿，二次发力导致膝盖过度受力，僵硬疼难受。那怎么去解决呢？很简单，同学们，思想一变，年入百万啊！思想一换，年入百万。为啥这么说呢？你看，重心放在右腿以后，咱们不要再去把重心放在右腿上了，不要把注意力放在右腿上了，咱往左移重心，你尝试着左膝主动去找左脚脚尖儿，右膝主动去找右脚脚尖儿。找脚尖的时候，记住一个范围，不要让膝盖上下垂直脚，不要让膝盖跟脚尖垂直，跟哪垂直呢？膝盖、小腿、脚上下垂直于地面，做到一句话：小腿立木，顶千斤。试试。重心右移，右膝对照右脚去找脚尖；重心左移，左膝对照左脚找左脚脚尖。这一瞬间，膝盖移重心的过程里面变轻松了。帮老师打上2个字：轻松。所以这个时候，老师要跟大家讲一个核心的原理啊。我们既然已经有蹬劲儿了，师傅给咱说过一句话，我们要顺着这个劲儿走，顺着这个劲儿画劲儿。如果我们还去蹬地，那不就是二次发力了吗？咱就不要二次发力了。重心在左，右膝找右脚脚尖，做到右腿立木顶千斤。左移重心，左膝找左脚，左腿立木顶千斤，两膝的压力瞬间消失，是不是轻松了？来，同学们，轻松打上2个字：轻松。把注意力放在膝盖找脚上，你会发现大腿不再二次的去蹬腿发力了，而是左腿领了你一下，把右腿上的这个沉劲儿领到了左腿上。那片森林宝贝很简单，因为你发力只会用右手打延手拱拳，不会用左手去发力，这就是原因啊。来，同学们，理解了吧？那片森林，去把你的左手的延手拱拳练，一天练100遍就好了。来，同学们，轻了打轻了，咱们不爱说话，不讲干货了啊！老师喝杯自己的旺仔，谁还不是个宝宝了？来点赞，好奶。哎呀，不说话不点赞，不跟你讲。现在有没有解决大家的这个问题呀？解决了没有？解决打解决。哎，这讲咱直播间这么讲干货，大家一点都不热情，看来是不太想听哦。不爱听是吧？那我就再喝一口奶，反正渴了。对啊，来打上2个字：轻，或者轻了，或者解决。我就爱听你们不爱说话的这个时候啊。我能多喝2口我的旺仔。哎，好，解决了是不是？好，那解决了，大家注意，你记住，同学们听好啊，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是不是？所以呢，老师跟大家去讲，咱们大家打字呢，我也不是一个目的，是不是？不是一个目的，而是希望大家呢通过打字的方式增强一下自己的注意力，是不是？所以呢，让咱们同学们跟老师互动一下啊，互动一下，把这个记忆力都加深一下，记到咱们的刻到咱们的脑子里。好，那么现在老师不是给大家去讲完了这个关于膝关节的这个健康问题吗？好，来，同学们啊，慢慢来走啊，不知道怎么查了，也不知道问你啥问题，是因为老师讲的太好了，是不是让大家都听懂了啊？那么接下来老师要给大家讲的内容呢，来，同学们，六风四臂，这是咱们小白打动作的时候最简单的一个动作，但是好多同学一打六风四臂，这个身体来回扭膝，打完六风四臂以后，2个膝盖一道暗掌下沉，手上没体感，膝上又酸酸，很难受，对不对？好，接下来呢，老师从正面、侧面、背面做一个3方向的这个动作教学口令带练。老师用刚才的这个口令带着你去走啊。重心放于右腿，接上式懒扎衣，右膝上方立右掌。好，第一步，腰向右转，注意，你看合右胯，领带左手接住右手，横于身体的右斜前方45度，左移重心，双手放松，左膝找左脚，让左腿把右腿的劲儿顺过来，不要2次发力。好，再向左慢慢转腰，2手向左侧做一个平捋，随后重心右移，右膝找右脚脚尖，让我们的右腿把左腿的蹬劲顺过来，不要去主动蹬左腿。好，腰向右转，双手掌心相照，2手轻轻相合，右腿为实腿，轻轻向下踏实地面，蹬地收步，虚脚点地，左脚跟于右脚足弓内，2脚间距1肩宽，2手大鱼际慢慢内旋，带动小臂往斜下方45度推掌拉开，六风四臂的动作啊。来，再看老师的背面，注意大家要观察老师的膝盖，看看老师的膝盖在重心转化和转腰转化的时候有没有扭过啊。来，走第一，腰向右转，
接手，好，重心左移，左膝找左脚脚尖，两手缓缓下捋，身向左转，双手慢慢向左侧膨胀打开，重心右移，右膝慢慢去引动咱左腿找右脚脚尖，身向右转，两手掌心相照。好，跟左步，收左脚，虚步点地，双手大鱼际向内发力，推动两手向斜下方按掌。好，慢慢站直。来，最后一个方向啊，咱们的右侧啊，左侧，不好意思啊，左侧能看到老师的膝关节和转腰的幅度。来，右手放于右膝上方，身体向右转，两手接手，重心左移，左膝对照左脚脚尖，腰向左转，以腰为轴带动两手，重心右移，右膝对照右脚脚尖，身向右转，两手相合。好，右脚轻踏地，轻收左步，虚脚点地，两手于右膝上方，按掌按向斜下方45度，保持双手的大鱼际，微微发力，向前下方推掌。这是六风四臂。你说同学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看了老师的膝盖，有没有在移重心的过程里边去让膝盖乱动？你看老师给你做一个错误的动作啊，好多常见性的问题其实都是这样。你看，身体往右一转，那左移重心就是拧左膝跪右腿，拧右膝跪左腿，然后往重心一回，顶着左膝上了右步，上了左步，是不是最常见的一个现象？所以老师得给大家讲啊，首先第一步，老师刚才教大家移重心的方式，很多同学说老师我可能还没太明白，我给你说一个再简单，老师我把奶喝完啊。这是个易拉罐，大家看到了吗？好，现在呢我把易拉罐放到地上，你说老师我是怎么把这个把这个腿做到膝盖找脚尖的技巧呢？你看啊，同学们，来，你把脚放到这个罐上，你让这个手呢慢慢的，你让这个脚呢慢慢把这个罐拉回来，来，同学慢慢拉回来，看看你的这个腿在把东西扒拉回来的时候是哪个地方在用劲儿，是大腿的上方还是大腿的下方？来，同学们啊，把罐放到远处，来，脚轻轻踏到罐上，慢慢的轻轻的往里回收，拉回来。老师问了，是咱们的腿的上方还是下方在用力？哎，上打上，下打下，来打在公屏上。老师问问大家，老师风哪里避哪里，名字的由来，老师讲，你了解这个有啥用呢？宝子，这对你的身体没有什么。好，那我也先给你讲一下，讲完以后，咱的这个闲情听茶宝贝儿，咱们把这个疑问先解决啊。六风四臂最早的时候不叫六风四臂，叫如风四臂，什么意思呢？就是好似把人封在了右侧的按掌的这个位置，它不是六也不是四，它是如和四，如风四臂，这是原名啊，原名。后来因为加强那些老土话，如风四臂，如风四臂，温县话，如风四臂，如风四臂，就慢慢变成了六风四臂，六风四臂。最早叫如风四臂，然后啥意思呢？就是把人按到我们右侧膝盖上方，他在抱我们的腿，我们通过腰胯相合往下一沉，把人按到了这个位置，让他抱不起来你，这叫六风四臂，好像把人按到这儿的一样。那这个地方老师跟大家说一个点啊，就是你们不管是了解这个动作的名称，还是说要了解这个动作的运行方式，老师说句心里话，对你的身体的这个提升没有什么关系，它就是丰富一下你的精神生活。与其去了解它的名字的由来，不如先把你的功夫先练上去，这些细枝末节的东西，等你练好身体了再去学，它也来得及。你比如再给你举个例子，同学们，那雀地龙，啥叫地龙？地龙就是蚯蚓嘛。然后咱们的身体像一个麻雀捕蚯蚓一样，由下向上去捉这个蚯蚓，把这个蚯蚓拽出来，这就雀地龙的道理。那双百莲，双百莲这个原来是莲花的莲，咱为啥说这个莲呢？就是女人以前裹小脚3寸金莲，这都是文化糟粕。说这个双摆脚呀，两脚像摆一个莲花一样，叫做双百莲。你说这种名字，你了解它有什么作用，对不对？不好，这种历史意义不好，是不是？当然老师也能跟你讲，只不过它对我们的身体当下没有帮助，也更没有提升，它只是丰富了你的精神思维，本末倒置了啊！本末倒置了。身体练好之前，所有的关于玄学易经，包括你说的这些所谓道德经名称的由来，都不要去想，这些东西提升不了你的健康要素。大家同学们明白打明白，理解打理解，这是老师给大家传输了一个正确的练功养生的思维。记住，身体好不好
看你的关节、肌肉、筋膜、骨骼、劲力，这些是你最需要的东西，知道了吧？那些形而上的东西，以后咱练好身体了，你能活到200岁，你随便去学，对不对？那个时候你都鹤发童颜了，你怕啥？你学啥都行，是吧？来，同学们，那么老师再给大家去说一次啊。刚才老师看到有同学说，老师啊，这个扒拉这个罐儿，有的同学说有上，有同学说有下，其实是啥呢？同学们听好了，咱们的这个膝关节呀，你看咱的膝关节运动，咱的这个腿往前踢大，它用的是大腿的上方，往前蹬大，用的还是大腿的前侧上方。但是当你的小腿往回勾的时候，你看勾腿，勾，你用的是大腿下方的力量，对不对？那很简单，你看啊，当我们想把一个东西从脚前方给它勾回来，是不是大腿下方在发力？好，大腿下方发力，我们把它想象你的这个脚呀，就犯错误了，这个脚在那这样扒拉地，扒拉地。你说老师不会发力，你把重心放在后腿，左脚往前扒拉，用点劲儿扒拉，一下把自己扒拉过去。你去找一个这个感觉，就是我们在扒拉地，哎，犯错误，小时候犯错误就扒拉，就这个劲儿，有这个感觉没有，同学们？当你脚在扒拉地的时候，你会发现前边的腿在拽着你往前走，是不是？哎，那这个时候你看，咱们把步子打开一点点啊，微微做个屈膝，重心放在左腿，你让右腿拽你一下，用左腿拽你一下，右腿扒拉地，左脚扒拉地，你会发现你的膝关节的压力瞬间消失掉。为什么？因为首先第一，老师给大家讲了2个道理。我们人在往这一蹲的时候，从客观事实来讲，你已经在蹬着地了。如果你再去2次发力蹬地，那就会出现内劲儿对撞顶膝的问题。啥意思？你看咱现在2个腿都是蹬着地的，那力都是往下走，对不对？你右腿2次发力把你的左膝顶过去，左腿2次发力把你的右膝顶过去，那你顶来顶去，多余的劲儿去哪了？膝盖的正前方。而且你会发现蹬地移重心的一瞬间，就是发力的时候你的左膝会痛，发力的时候你的右膝会痛，是不是？是的，打是。所以这就是关键。但是很多老师讲不清讲不透，他只会跟你说松，太极功，我松你奶奶的腿子，我松你松啥呀，宝贝们？不要去。如果咱们再站到传统的角度去讲，大腿上方为阳，大腿下方为阴。现在我们要做阴阳转化，我阳腿是实腿，那我阴腿稍微一转，大腿下方轻轻一合，咱们把这个扒拉地这个词儿换个好听一点啊，重心在左腿，右腿轻轻一合，轻轻一勾，轻轻一合，轻轻一勾，是不是就是那种膝盖找脚尖的感觉？所以下方轻轻发力，借助咱们原来就有的蹬劲儿，借力化力，顺着劲儿去导重心，腿上膝盖也不酸了，大腿膝盖也不难受了，就是咱，哎呦，老师我这个裆胯咋有点酸呀？如果学的时间长的同学们都听过一句话，合裆劲儿。裆胯是太极拳的核心，当下无力，当下不活，那你腿上就容易很僵很硬。所以通过合劲儿，它也可以去变相的提升咱裆胯的力量。所以同学们，明白打明白，理解打理解。那老师再把这个6风4臂带着你来练一遍。好，咱们把这个扒拉地，把这个勾腿，把这个拉这个腿换一个词儿来说。你看，右手放于右膝上方，保持右侧弓步，眼看右侧远方。来，第一步，腰向右转，2手接手。好，重心要左移了，别慌。左膝找左脚，左腿轻轻一勾一扒拉，走，移重心。膝盖上的压力是不是瞬间消失了？重心到位了。好，来往左转腰，慢慢平行螺旋，双手外捧。好，重心在左腿了，来轻勾一下右腿，来勾右腿，合右腿的劲儿，2手上托，身向右转，扣左脚，来右腿的合劲儿不丢，扣住脚，跟左步，2手下按。来，同学们，移动重心，轻松打轻松，愉快打愉快，舒服打舒服。膝盖有热感了，给老师打上一个字儿，膝盖热了，打上一个字儿热。所以你会发现，正确的太极拳的发力方式和关节的运行方式，你的膝盖是，你看小白，我每次上课我就知道我要说一句这个问题，就是大家一说，老师，我用脚趾头扒还是用脚后跟扒？你就不能用脚趾头跟脚后跟同时扒吗？那咋的？那脚趾头是租的还是脚后跟是租的？这就总要有一个不敢用呢，是不是？他不敢用啊？
那咋的？脚趾头还得还，你用了还得花钱吗？那俩地方同时用的不行啊！每次上的时候我就说，你看一合这个劲儿，那同学都老师脚后跟还是脚趾头？咋的？那脚后跟是别人的，不是咱自己的，咱不舍用啊。用呗，这脚后跟脚趾都用呗。那俩地方一块用，那四三的脚那不舍用，非得用三的脚啊，对不对？所以说该用请用了，都是咱自己的啊，只要正确的方法去运用，甭管你脚趾脚跟，那咱同时用，它不更好吗？对不对？光用前脚掌多难受呀，光用脚后跟多难受啊，是不是？那一块用呗，对吧？所以说我们在练习的过程里面是不是很清楚了？哎，同学们，轻松打轻松，舒服打舒服。来，再来一次啊，同学们，咱们把这个动作的这个膝关节的这个热气做得再好一点啊。来，右手放于右膝上方，保持身体稳定啊。身体往右转，两手慢慢接手，捧于身体的右侧膝盖上方，左移重心，左膝找咱的左脚脚尖，来走，合左腿，双手慢慢下落，把右腿的劲儿画到咱们的左腿上。好，来同学们，身上慢慢向左转，两手逐渐向左做平捋。好，重心右移，合右腿的劲儿，勾勾咱的右腿。好，两手上托，身体向右转，来，两手相合。合右腿收，根部虚脚点地，按掌放松下沉，明白了？膝盖来，星光宝贝，小白是不是？所以老师跟大家讲啊，咱们直播间最喜欢的就是小白，当然老同学也更喜欢了啊。小白和零基础、有基础的同学们在咱们直播间都能得到有收获，因为很多同学你说白了，你练了3年5载了，依然还在顶膝，而且你的膝关节，同学们我跟你讲，你也就是身体好，要敢是小白了，我跟你讲，别说3年5载了，3周2周膝关节就废掉了。他不能那么去用力的，因为老师来给大家看一下老师的这个证书啊。老师为了让大家明白咱大腿疼表扬啊，表扬大腿疼啊。来看老师的这个职业技能资格等级证书啊。我头怎么没了呢？咱放了个截图呢，我头呢？哎，我没头了啊！第一次来直播间不认识老师叫左龙啊，刘左龙，这是老师的职业名称，我是健康管理师3级高级老师啊，来收掉啊，同学们。啊，没有我的头像的，让万一大家不相信啊！所以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大家听不到任何的关于玄学和抽象的东西，全都是人体的运动科学和运动力学，明白了吧？那小玉，如果你想要的话，咱们左上角点上咱的关注，好不好？啊，这个霞光万里宝贝儿，你好，你啥意思？我咋没明白你说的啥意思呢，宝的？老师最后大腿很酸痛的，大腿后方酸痛，证明同学们咱们练腿练充分了呀，是不是？练腿充分了。所以同学们一定要感受到咱们身体的自然安舒啊，自然安舒，越练越舒服。来，那么老师再带着大家走一次咱们六风四臂，再走一遍啊，让大家把这个体感找到身上。来，右手放于右膝上方，保持身体的稳定，身向右侧慢慢转动，两手一接，重心左移啊，合左腿，左膝去找左脚，左胯、左大腿下方慢慢发力，身体慢慢向左转动，感受以腰为轴的螺旋。来，重心右移。合右腿，右膝对照右脚脚尖，两手上托，身体向右旋转，掌心相对，右腿下方的合劲儿不要丢，合住这个劲儿，轻轻一扒拉地，把左腿顺势给它送上来。来，两手按于右膝上方，感觉到双腿膝关节。来，同学们，热了打热，这就是老师教大家的这个方法，非常实用啊。好，那么接下来呢，很多同学说老师。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老师膝关节讲完了，你说的那个转腰我不会转怎么办？说老师松胯不会松，学拳的时候小白听过了很多话，老师松胯螺旋、松胯屈膝、松胯圆裆、松胯，这啥是松胯？老师松不明白，是不是？来，宝贝，我弹幕看不见了，点一下啊，不要瞎忙啊！来，同学们啊，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练习的过程里面啊，我没老师不是，我感觉他们刻意的练。站脚尖还聊这个问题啥呀？没明白，宝贝儿，你说的这个问题我不太懂啊。来，同学们啊，看，首先我们第一个在练习的过程里面，看老师啊，